不要用这笔。你打官司，我给他没本事，你信不信打官司？那本来这个钱就是属于你们的，这个钱本来就是我们自己要是我们自己拿一部分。父亲矿难身亡，获得40万的赔償金。亲叔叔趁两姐妹未成年代为保管，6年後侄女上門討要，卻被告知錢已經被拿去建了別墅。那麼這究竟發生了什麼？以下是以姐姐言情為第一視角來講述事情的來龍去脈，希望你能看到最後。那是6年前，一個如同噩夢般的日子，我的世界瞬間崩塌。當時的我還在上初3，正沉浸在學習的忙碌中，繼母的兒子突然跑來告訴我，爸爸出事了。那一刻，我仿佛被一記重錘擊中，整個人都懵了。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，我甚至以為他是在開玩笑，怎麼會有人拿這種事情開玩笑呢？可是，當我看到他的表情，我才意識到這一切都是真的。爸爸，那個一直是我們家頂梁柱的人，就這樣突然離開了我們。我和妹妹從小就被媽媽拋棄，是爸爸用他的愛和關懷為我們撐起了一片天。他在我們的生命中，既是父親，也是母親。他的溫柔呵護和堅強支撐，讓我們從未覺得自己缺少過什麼。然而，他的突然離世，讓我們瞬間陷入了無盡的黑暗和孤獨之中。隨着時間的推移，我和妹妹漸漸長大，我們開始聽到一些關於爸爸去世時煤礦支付撫恤金的傳聞。據說，那是一筆不小的數目，是作為我們的撫養費。可是，我們卻從來沒有見過這筆錢，也不知道它究竟有多少。這個疑問在我們心中越來越大。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得到過這筆錢？它到底去了哪裡？於是，我和妹妹決定要尋找這筆錢的下落，拿回屬於我們的東西。我們首先想到的是繼母，畢竟爸爸去世後，很多事情可能與他有關。然而，當我們再次來到繼母家時，卻發現那裡已經大門緊鎖，房子空蕩蕩的，似乎已經很久沒有人居住了。我們四處打聽繼母的下落，鄰居們的表情卻讓我們感到困惑。他們盯着我們看了許久，臉上露出尷尬的神色，然後轉過身去，不願再多說什麼。這讓我們心中的疑問更加深重：繼母到底去了哪裡？她為什麼會離開？難道她與這筆賠償款有關嗎？終於，我們從一個鄰居那裡得知，繼母已經搬走了，還認識了新的男朋友，搬到了市區。我們立刻設法與她取得聯繫，電話那頭的聲音讓我感到既熟悉又陌生。繼母聽到我的聲音時，明顯有些尷尬，但還是同意與我們見面。見面的那一天，繼母見到我們時十分熱情，她一手牽着我，一手牽着妹妹，仿佛想要彌補這些年的疏離。我們迫不及待地詢問她關於爸爸賠償款的事情，繼母皺着眉頭，回憶起當年的情景。她說，當時煤礦確實賠償了一筆錢，但具體是多少，她並不清楚，因為她沒有經手這件事。她還告訴我們，她與爸爸只是同居關係，沒有領證結婚，所以在處理爸爸的後事和賠償問題上，她沒有發言權。繼母的話讓我們感到困惑，既然她沒有經手，那麼這筆錢究竟是誰在處理呢？我們又該去哪裡尋找線索呢？帶着這些疑問，我們回到了爺爺奶奶家。剛進家門就看到爺爺奶奶在爭吵，這讓我們的心情更加沉重。奶奶告訴我們，當年賠償了38萬，繼母拿走了20萬。雖然雙方說法不一，但總額差不多一樣。聽到這個數字，我和妹妹都驚呆了。這麼大一筆錢，我們卻從來沒有見過一分一毫。奶奶接着說，她記得當時好像有一份協議，但具體放在哪裡，她已經記不清了。於是，奶奶開始翻找家裡的東西，希望能找到那份協議。她拿着手電筒，爬上閣樓，在堆滿雜物的角落裡尋找着。我和妹妹在下面焦急地等待着，心中充滿了期待。終於，奶奶下來了。他手裡拿着一本存摺，而不是我們期待的協議。存摺上的記錄讓我們更加疑惑，上面顯示有2筆存款，一筆是20萬的3年定期，另一筆是9萬的1年定期。但是現在賬戶已經被註銷，9萬也被取走了。這9萬是誰取走的？為什麼要取走？剩下的錢又在哪裡呢？一連串的疑問在我腦海中盤旋，我覺得這件事情越來越複雜。仿佛有一團迷霧籠罩着我們，讓我們看不清真相。這時，奶奶告訴我們，當年我們父親去世時，賠償本來由爺爺保管，但爺爺因為父親的離世而變得精神恍惚，最後這筆錢到了二叔手中。我們撥通了二叔的電話，二叔在電話裡的聲音聽起來很熱情。他說他正在家裡看電視，隨時歡迎我們過去。然而，當我們趕到二叔家門口時，卻發現大門緊閉，不見二叔的身影。二叔家嶄新的2層樓房與爺爺奶奶家的土磚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，這讓我心中不禁產生了疑問：二叔的房子是不是用爸爸的賠償款建的呢？
就在我們疑惑不解的时候，爸爸的一個工友給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。他說，當年大家確實把賠償款交給了二叔管理，但是二叔的妻子好賭，欠下了很多高利貸，他懷疑那筆賠償款可能被用來還賭債了。這個消息如同晴天霹靂，讓我和妹妹感到震驚和憤怒。二叔怎麼能這樣做呢？那是爸爸用生命換來的錢啊！我們決定再次去找二叔問個清楚。當我們見到二叔時，我開門見山地提出了我們的要求，希望他能把爸爸的賠償款還給我們。二叔的臉上露出了尷尬的神情，他說他會還給我們的，但卻沒有給出具體的時間和計劃。我和妹妹不相信他的話，繼續追問這筆錢的下落。二叔開始變得不耐煩，他不停地翻看手機，說他要去上班了，沒時間跟我們糾纏。我們現在年齡還小，不要用這筆。你打官司，我给他没本事，你信不信打官司？那本来这笔钱就不是属于你们的，钱本来就是我们自己要是我们自己拿一部分，这个钱不属于你们的。我們緊緊地盯着他，不肯放過他。這時，二叔突然提高了聲調，憤怒地說：“這筆錢我已經用了，用來建了這棟房子，你們也有居住的權利。”我和妹妹聽了他的話，忍不住哭了起來。我們從來沒有同意過他用這筆錢建房，他怎麼能擅自做主呢？而且，這棟房子對我們來說根本無法彌補失去爸爸的痛苦。我們只是想要回屬於我們的錢，那是爸爸留給我們的最後一點東西。二叔見我們哭了，似乎有些心軟，但他仍然堅持自己的說法。他說他也是為了這個家好，想要給我們一個安穩的住處。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來對待我們。難道他不知道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嗎？就在我們僵持不下的時候，村主任文訓趕了過來。二叔的態度才稍微緩和了一些，表示願意協商解決這個問題。隨後，奶奶也帶着2個筆記本趕到了二叔家。奶奶說，這2個筆記本上詳細記錄了爸爸過世後的每一筆開銷。原來，當初煤礦賠償了40萬，但是辦完爸爸的喪事後，剩下的存款只有29萬。這些錢確實交給了二叔保管。二叔接着解釋說，他用一部分錢買了保險，投保人、被保人都是他自己。他還拿出了一份清單，上面列出了按照政策規定的分配方案。父母的贍養費為11萬，我的撫養費為2萬7千元，妹妹的撫養費將近7萬4千元，剩下的7萬是親屬共同努力爭取到的，應該4人再次平分。我和妹妹看着這份清單，心中充滿了無奈和委屈。我們同意了二叔的說法，但同時也提出了疑問，那筆保險的錢什麼時候能給我們呢？二叔說，這份保險是10年定期，要到期取出，現在還拿不出來。接着，二叔又把問題集中到妹妹的開銷上。他說，妹妹這些年在奶奶身邊生活，所有的開銷都是她承擔的，所以妹妹的賠償款應該扣除一部分。村主任表示，按照當地的生活水平，一個孩子每年8000的撫養費是正常的。我在爸爸過世後就外出打工，不需要支付這筆費用，但妹妹在爺爺奶奶身邊生活了5年，所以賠償款要減掉4萬。妹妹聽了這話，急忙把奶奶拉到屋外，希望奶奶能為她證明。妹妹說，這些年她一直領取補助，並沒有花掉二叔手中的錢。奶奶看着妹妹，眼中充滿了無奈和心疼，她不知道該如何是好。看着奶奶夾在中間左右為難，我心中也十分難過。我知道奶奶希望我們一家人能夠和睦相處，不要為了錢的事情爭吵不休。看奶奶的樣子，似乎有意偏向二叔，但是這筆錢是爸爸用生命換來的，我們只是想拿回屬於我們的東西，這難道有錯嗎？最終，二叔給我們寫下了2張欠條，承諾按銀行3年存款利率計算利息，3年內還清。我和妹妹拿着欠條，心中五味雜陳。6年的時間，我們經歷了太多的痛苦和挫折，為了這筆賠償款，我們四處奔波，卻得到了這樣的結果。然而，我也知道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，我們只能接受現實。也許這已經是我們能爭取到的最好的結局了。在今後的日子裡，我和妹妹會更加努力的生活，我們會用自己的雙手創造美好的未來。同時，我也希望我們一家人能夠重新找回那份親情，不再被金錢和利益所蒙蔽。